大家晚上好，先谢谢高产的范老师啊，不用感谢，反正也有空就接着聊呗。这次 Grok 又行了，我觉得这次不是 Grok 又行了，而是这个资本局又继续向前推进了，这样讲我觉得会更合适一些。咦，哦，这样，我的稿子在这里呢。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欢迎大家来收听。本来周五是计划休息的啊，但是正好还是有点时间，就是安排的还比较宽裕，那就接着播吧，能怎么办呢？我需要去调整一下参数啊，现在这个感觉有些慢啊，你们现在看着可以吗？等我1分钟，现在这个网最近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好，还是在这里啊，那么没问题。有人说了，太空算力中心真的靠谱吗？下一代人看不到我们的星空了。哎呀，这个没有那么密集，没问题。好的啊，这个 Grok 产个两感圆形吗？这是两感图形吗？这是什么啊？这个我终于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了。这个现在我觉得 Grok 已经又控制的越来越严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主题就是马斯克喊 AI 收入将超比99%，SpaceX 又行了，或者叫 SpaceX 股价又行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啊？今天准备讲这个。另外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吧，这两天礼拜六的话，可能再去更一条，就是礼拜六早晨一般我们是没有节目的啊。礼拜天早晨呢，我们去更一条什么呢？这个现在有人起诉美塔啊，索赔1.4万亿美金啊，美塔就是1.4万亿美金，这是整个市值啊。现在有人要索赔美塔的完整市值了，对吧？这个原来大家都觉得欧盟罚得狠啊，这个动不动罚个几十亿美金，美国更狠啊，上来起诉你就直接把你的市值给你罚没了。回头我去整理整理，去讲一讲。然后呢，上周没有更会员节目吧？哎，我去看看啊，上周更没更会员节目？好像是没更。那么这周的话，可以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我看看啊，会员对8月2号的啊，那这周看来要去更会员节目了。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分享分享吧。最近在医院里头跑来跑去啊，然后也给大家展示了那个叫做射波刀的一个东西啊，告诉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当然呢，这个就在会员频道里说吧，就不要到外边去胡说八道了。小范围扩散啊，这个戴森球正在形成中，这说错了，戴森球是包太阳，哪有包地球的呀？对吧？戴森球是要把太阳包起来发电的。弄个绿幕，哎呀，这个麻烦啊！你绿幕实际上幕很容易啊，但是你得摆啊，你得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房间去摆它，这个很麻烦。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搞，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原来的这个Pocket 3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1080P 输出的，然后这个苹果就会自动的去给你抠图，但是到 Pocket 4里头它没有这个选项了，所以就变成4K 输出了。那它这个自动抠图，就是苹果自动抠图这个功能就没了，这个让我也很郁闷，你怎么办呢？这个没有办法。然后其他的大家对什么感兴趣啊？这个要多留言多说，然后我们才可以
找到更多的话题来跟大家一起去沟通。好啊，那么开场就闲聊到这儿，准备要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先整个水来啊，在喝水，在开始之前呢，再说一下，就是咱们在上一期里头讲到那个艾伦陈，他的频道已经恢复变现了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去 X 上面去开这个新的账号，那反正一起来呗。YouTube 这个东西就这样，就是要有点耐心，每次出了什么事儿不能着急啊，否则的话就会比较悲催啊，这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来的人都这个点个赞啊，这个大家点了赞以后才好看这个老范的节目。4还是4P 好用啊？我是4，但我估计4P 应该比4还要更难用一些。4的最大问题就是跟3比起来，最大的问题是过热，就是它拍4K 60帧拍一会儿会过热，3是没有这个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3输出到电脑是1080P，4输出到电脑是这个4K 啊，这个很烦。先来个3连套餐啊，这个头一次看直播，搬好小板凳，然后你们都点点赞啊，说正经的了，范老师准备出门去哪儿啊？这个哪儿也不去。本来呢是计划今天可能会在医院里头消磨很长时间啊，但是医院用的时间比较短的话，那就可以来做直播了。好，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马斯克说，5年后 AI 就是 SpaceX 价值的9%了啊，就是99%。这话不是讲给员工听的，而是讲给你我听的。局做到这儿了，该你上车了。8月12日凌晨 ，SpaceX 官方账号上扔出了一段视频，29分钟，没有剪辑，没有配乐，就是马斯克站在员工中间开全员大会。这种会以前是不往外传的啊，这一次1秒不剪全都公开了，而且注意这是官方公开的啊，像以前有这种偷拍的，这次不是，这是 SpaceX 官方就把它放出来了啊。马斯克在里边还专门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现在能够敞开说话的机会不多了啊。其实我很好奇啊，他原来也是特斯拉的这个 CEO 创始人，他也天天在 X 上面胡说八道，但是他胡说八道了以后呢，也受到过处罚啊。因为有一次他说，我准备私有化特斯拉，但是后来也没做，被那个美国 SEC 狠狠的罚了一笔，而且他原来应该是董事长吧，把他那个职位给他罚掉了，你以后不能再当这个特斯拉的董事长，对吧？他觉得以后说话还是要小心一些。现在呢，在 SpaceX 上市以后，他肯定说话要更加谨小慎微一点点了。对吧？不能再随便胡说八道了啊！那么这一次，趁着在公司内部去开这种全员大会的机会啊，说了29分钟，全都放出来了。我看完了以后呢，心里头冒出来第一句话不是他真敢说，这哥们儿向来敢说，哪年都敢说啊。关键是另外一句话，这段视频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放出来？这个话先搁这儿啊，咱们最后一节来回来算这笔账。那这29分里头啊，这29分钟里头都说了些什么呢？第一句话也是最近的一句，他说啊，我们的 AI 收入大概在9月，也就是下个月会超过 SpaceX 其他所有业务的总和。原话不是有可能，原话是这不是有可能，这是肯定的。后面还跟了半句，第4季度会远远超过。这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看它现在的总收入，其实 AI 收入已经是远远超过 SpaceX 发射和这个 Starlink 连接的费用了。原来 SpaceX 在没有合并 XAI 之前呢，它的最主要收入就是收的这个 Starlink 卫星的这个订阅费啊，一个月多少钱收这个玩意儿。它在上市的时候呢，接了2个大单，一个是 Anthropic 租它的算力，一个是谷歌租它的算力。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就这个单子前面是有试用期的啊，是一开始是不用付钱的，要到9月份以后，这些单子才会真正产生收入。那么这些单子产生收入以后，肯定能够超过他原来卖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订阅费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他说这是肯定的啊，不是可能，这是肯定的。第二句话最远的，他说长期看大概4、5年吧，然后他自己改口了，说我敢说5年是肯定的啊 ，AI 就是 SpaceX 价值的99%。这个待会儿咱们仔细去解释这数是怎么算出来的。第三句话落在工程上，明年年底 AI 算力扩到10G 瓦啊，这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数啊。那么第四句话说用电换算成钱啊，他说每1瓦特要能够产生30到50美元的收入，一年也就是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收入。这家公司今年2季度的营收是78亿，一年满打满算也就是300来亿。他画的这个饼呢，是目前这家公司的10倍以上的收入，而且他自己在这句话后边还老老实实加了一句，这个可能只是猜测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太当真。第5句话，回到老本行上，他说星链将来有望承载全球90%以上的互联网流量，这个话也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话。他还说了啊，说我们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 AI 训练集群。这句话最不起眼，但是它是唯一一句今天就能查证的。2季度的财报里边确实写着，手上签好的云计算合同141亿美金，客户名单就是 Anthropic 和谷歌。当然，我一直怀疑它这个是一个关联交易啊，因为谷歌同时投资了 SpaceX 和 Anthropic， 然后谷歌说，哎 ，SpaceX 要上市了，缺点单子，咱们去给它凑合凑合吧，然后就有这样的单子出来啊，几句话都念完了，最后还有一句是专门说给屋子里那帮员工的，说你们实际上会成为这套 AI 的缔造者，他们会继承你们的思考、你们的想法、你们的理念。这话什么意思呢？这就相当于在中国人里头喊啊，说列祖列宗在上，孩儿不孝，党和人民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意思是一样的啊，相当于是吹个冲锋号，大家上啊，不要害怕牺牲，不要害怕短期利益的损失，上啊。那市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当天 SpaceX 收盘涨了 9.65%， 报到146块1毛5，盘中最高摸到了149块6，一度涨了 12.2%， 收盘市值19200亿美元，比8月3号那个月这个月内最低点104块8毛3反弹了大概是 42.7%， 还是涨得很猛的。同一天，摩根士丹利的一位分析师发了一份报告，说SpaceX 牛市情景有可能够涨到600美元一股啊，这个很神奇的一个数字啊，说到那个时候 SpaceX 的市值有可能达到8万亿美金。大家注意啊，这是同一天一段内部讲话的视频半夜放出来，一份大行报告白天发出来，2件事撞在同一天，这种巧合啊，这个巧成这样，我已经不信了。那么这1个多月的股价，这 SpaceX 真的是给大家表演了一个什么都是反着来的一个故事。那既然故事是一个好故事，对吧 ？SpaceX 有一个好故事，股价这1个月到底是怎么走的呢？我按照时间跟大家捋一下啊，你会发现每一步都是反的，这就属于什么呢？当你的套路已经被人熟知的时候，那就只剩下陷阱了啊，就绝对是反套路。反常第一件事，财报数字全是好的，股票却跌了。8月4号，也就是 SpaceX 上市之后交的第一份完整季报，营收78亿1400万美金，同比涨了 92%。AI 收入涨了 247%， 净亏损从去年同期的10亿0800万收窄到5亿4100万，一年少亏了将近一半。你把这几行单独拿出来给任何一个人看，他都说，哎，这财报不错呀。结果盘后跳水，第2天最多跌了 11%。为什么呢？坏消息只有一行，资本开支184亿美金。分析师原本预期是130亿，多花了54亿。
其中3/4是砸在 AI 上。更要命的是 ，AI 这个板块自己是亏的，一个季度亏了13亿，全公司只有连接，也就是星链收订阅费这一个板块是挣钱的，一个季度经营利润16亿6千万美金啊，这就是卖这个星链的这个订阅费。那么反常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解禁。很多人都会认为，当股票解禁的时候，这个股价一定会跌，因为流通的筹码变多了嘛。结果呢 ，SpaceX 在解禁的时候股价涨了，对吧？8月6号 ，SpaceX 第一批限售股解禁，9亿1150万股内部的这种内部人员手里边的股票，从那天开始可以去买卖了啊。结果呢，从8月6号那天算起来，这只股票涨了35%，利空出尽了，对吧？这个大家知道你要解禁，解禁之前啊害怕，解禁了以后发现没什么大动静，涨呗。反常第三件事儿，讲给机构听的那场啊，讲完了以后跌了。8月4号发财报，这是讲给一堆的机构讲的，然后讲给员工这场啊，包括讲给这个普通民众、讲给散户、讲给屌丝这一场放出来涨了。对吧？8月4号那场是财报电话会，坐在线上的都是买方分析师，是这个基金经理，是一帮张嘴就问你自由现金流转正时间表是什么的这些人，对吧？讲完了以后，咵跌下去了。8月12号这段是全员会，屋子里头坐的是自家的工程师，讲的是使命，讲的是星辰大海，是你们会成为这套 AI 的缔造者。这段没被剪过的视频发到全网，散户看了以后。涨，对吧？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股票越是分散在散户手里头，越容易这个朝着大网红的这个方向发展，对吧？因为像马斯克这样超大网红，绝对是有发挥的余地的。屌丝和无知群众总是比机构分析师好煽动。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分析师就更聪明啊，但是。分析师是不会看网红吹牛的，所以同一家公司8天里头2套语言2波听众，2个方向的这个股价往着不同的方向走。反常的第4件是什么？这涨完了第2天又回吐了一点点啊，所以这个8月12号涨完了以后，8月13号 SpaceX 又跌了3.98%，啊，从146掉回了140出头。理由呢也很直白啊，多日反弹之后总有人获利回吐嘛，再加上8月20号还有3亿1900万股要解禁，还有一个数呢，大家要记住啊，空头比例从1周前的34%掉到了11%。大家知道什么叫空头比例吗？就是你在外边流通的这些股票有多少百分比被人家借出来卖掉了，赌它会跌。1/3的流通盘在赌你会跌，你这玩意儿怎么涨得起来嘛？啊，这是相当重的仓位，但是最近这个数已经跌到11%了。好，4件反常都摆完了，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散户更睿智一些，还是机构更睿智一些？到底是谁在割谁的韭菜，是谁在玩谁呢？对吧？这就是咱们今天要去研究的事情。1个月里头，股价被这么来回的上蹿下跳，啊，这个跳的这个还这么有节奏，每跳一次正好都有一件大事能撞得上。我说这是巧合，你信吗？对吧？这不会有人信这事儿啊！那么咱们先把结论放这儿啊，就是老范讲东西不会说讲半天最后没有结论，先把结论放这儿，一共5条。第1条叫工程队长，马斯克不是科学家。你让他去研究一个什么新科技，他搞不明白，对吧？但是你让他把一个已经确定的事情工程落地，全世界啊，或者说至少美国吧，没有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了。所以现在要干的事儿是什么？建数据中心。那么建数据中心这事儿是个什么事儿？是个工程问题，对吧？那么大家都要建数据中心的时候，大家追求的就是最大的确定性，对吧？现在没有人说你能把数据中心盖出花来，很难了啊！你只要能够确定的把它做好，马斯克应该是做的最好的。第2个，我们管它叫2本账并1本账啊，什么意思呢？5年后 AI 占9成9这句话，
你按照 SpaceX 的这个账来算，你是算不明白的啊。你必须把特斯拉合并进去，才能把它算明白。第3条，我们叫做钱开始往下游走了 ，AI 的钱正在从英伟达这样卖铲子的人手里边，向更下游去前进了。就是现在已经有人拿 AI 去挣到钱了，所以啊，这个像马斯克这种啊，他现在准备建数据中心的这种工程大队长啊，他就会被关注到。第4条呢，我管它叫什么呀？这地是谁的啊？就是这一条要回看20年，互联网早期每一个环节都有公司跑得飞快，但是最后活下来的都是能够握住原始流量入口这几家。算力这门生意最后可能也会走到同一条路，最后只会剩下那么几家，而且是上下通吃的几家。那么现在大家在赌马斯克应该有一张船票，那咱就从龙之功扶他一把呗。第5条啊，我们管它叫局做完了，该借的钱已经借到手了。之前把股价压下去这批人和现在喊600美元一股的这批人，应该是同一波人啊，他就是奔着散户去的啊。这是我们今天放这5条结论啊。第一个，咱们先来讲结论1，马斯克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工程队长。那么这条结论凭什么成立呢？我们一样一样看他手里的东西啊。先说厂，8月6号 ，SpaceX 和特斯拉一起官宣一个项目叫 TerraFab， 这个我们专门做过节目来讲，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对吧？大家就记住一点，这是多少呢？这是这个15个五角大楼的面积啊，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单体建筑。这个事情的本质是自己种自己吃，别人做算力是租厂房、买卡、买内存、谈供电合同。赚的是中间那点差价。马斯克是干嘛呢？我自己盖楼，自己造芯片，自己造内存，自己发电，自己产电池，甚至还自己去抽水，对吧？好处很明显，中间每一道加价全都给他省了。坏处大家就很少提了，这种自己种地的人，这个一旦产出来的粮食不值钱了，他跑不掉所以他呢属于叫结硬债打呆仗这种。再说电这一条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TerraFab 这个厂用的电，它是不接德州电网的，它是自己去建天然气发电厂，对吧？而且自己去接这种超大规模的电池阵列，然后这个一切都自给自足。水因为大家要知道，所有需要冷却的东西都需要耗水，那水怎么办呢？工业用水从这个吉本斯溪水库直接抽不会去动地下水，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自给自足的。你拿别人的做法来对照一下就知道，比如说 Anthropic， 那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今年2月公开承诺自己的这个数据中心造成了居民电费涨幅他呢这个 Anthropic 说涨了吧，确实涨了但是我愿意兜底，愿意100%兜底。7月又去跟一个叫 TerraWolf 的签了一份20年的协议，约190亿美元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租约，租的是肯塔基州的一个废弃的电解铝改造的一个园区做法呢很讲究。可是你注意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全都是别人的。对吧？别人的厂房，别人的这个算力，别人的这些电每一样事情呢，他都是用别人的那发现电费涨了怎么办？他说那我多掏钱呗，对吧？我多掏钱让这个电费再降下来，对吧？他搞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 SpaceX 跟 Anthropic 正好反过来 ，SpaceX 什么我都自己来每一样事情全都自己上。那么再说到上天这一条呢，是马斯克真正无法被复制的地方。现在全世界能够把大批载荷成规模扔到近地轨道上的公司有且仅有一家，就是 SpaceX。这是几个正在准备往天上放算力中心的巨头共同认可的一个事情。谷歌自己有一个项目叫 Project Suncatcher，要在2027年前发2颗太空算力原型卫星上去，卫星是交给这个叫行星实验室造的，造好了怎么上天呢？你只能让 SpaceX 去发射，
英伟达也是一样，英伟达是跟 SpaceX 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叫 Starman 的啊，就是星矿的一个轨道 AI 卫星。第一颗算力载荷就是英伟达设计的，里边用的它的 Vera Rubin 啊 ，Vera 是 CPU，Rubin 是 GPU， 直接把一整个机柜的 NVL72，就是72个 GPU 一把打上去。但是你设计的再好，最后往上上啊，你也只能让 SpaceX 去给你发去。这个就是一个故事，这什么故事？一条街上仨包子铺，左边这个挂上说我是地球上最好的包子铺，右边这个挂一个招牌上写的是全宇宙最好吃的包子铺，中间这个挂一个牌子，上头写仨字啊，叫总入口，你都得从我这儿过，谁也跑不掉。谷歌跟英伟达就相当于左右2间包子铺，最后想要吃到包子，你都得从 SpaceX 这边去发射，都得从那儿进去。谷歌这家公司在这个里头有3重身份啊，它首先是 SpaceX 的股东，2015年就投进去了，占股比例是6.1%，董事会里边是有席位的，同时它也是客户，今年6月份开始每个月付给 SpaceX 9亿2千万美金买算力，年化是110亿美金，它还是竞争对手。他在自己造算力卫星，自己有 TPU， 自己有模型，对吧？他跟 SpaceX 的这个关系就是股东、客户加对手，3个身份都在他手里头，这里头没有那么多恩怨，更多的还是生意。最后说到星舰，这才是那个600美元的那个数字真正的出处，对吧？你说，哎，我现在 SpaceX 的这个股价能够涨到600美元一股，那一定要把星舰算进去。星舰现在距离商用只差最后2道口，只差最后2道坎了。第一个叫入轨，第二个叫做抓飞船，对吧？那么星舰13飞，这个我们是做过直播的啊。它的这个发射的星舰啊，它发射的这个 Starlink V3的卫星是进入的亚轨道，并没有真正入轨啊。然后呢，它运转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星舰啊，叫 Starlink 啊，这个 V3的卫星已经都坠落了，都返回地球了，烧毁掉了啊。那么第14要想办法把这事搞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抓飞船啊，这个筷子抓超重，就是抓下半这节的事儿，他已经玩过几次了，但是从来没有抓过上面那个东西啊。现在马斯克已经说了，说下一次啊星舰再去进行测试，就是14飞的时候，他准备去抓飞船了啊，因为上一次那个飞船降落的过程实在是太完美了，只要能控制得好，他就准备去抓啊。这个应该是在8月底啊，他准备去做星舰的第14次发射啊。如果那时候发射的话，我们应该还会再去做直播。那么一旦说这2个坎过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中国这么多民营航天还在追猎鹰9呢，但是星舰跟猎鹰9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当它2节都可以回收的时候啊，那它整个的这种向太空发射算力中心这个事儿就可以成为现实了，因为每公斤的部署成本就已经降到很低的一个程度了，对吧？你按现在猎鹰9这个发射成本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往上头去发这个算力卫星是不划算的。所以这条理论说的很完整啊，最后加半句，马斯克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是最好的工程队长。那么第二个结论，第2条是什么？就是那句9×9说的不是今天这家公司，5年后 AI 占公司价值的99%，这句话按照今天 SpaceX 这公司的账来算，是算不明白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它里头有很多其他的收入是占比很高的。你比如说，这个 NASA 让他去发射阿特米斯任务啊，他去发射替别人发卫星啊，替美国这个军方去做很多发射测试，这个收入还是很高的。你想把这一块都去掉，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你搞不定，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把特斯拉加进来，你要把分母变大。这个不是我瞎猜的啊！今年7月底到8月初这半个月，一连串的事情连着发生，你把它按时间摆开了，方向是一致的。7月30日，日经亚洲发了独家报道，说 SpaceX 派团队去审查自己的供应商，要求供应商的工厂里头，凡是给 SpaceX 干活的项目，不允许安排中国籍的管理层
工程师或者员工，有的活是，有的话必须要换，审的不只是人啊，工厂里的监控摄像头、网络设备，凡是海康威视的、TP-Link 的这些中国牌子，通通都要换掉，哪怕这个厂子根本不在中国，他给这个东西起的名字叫 NCNT 啊 ，NCNT 的意思叫 No China No 台湾，是这样的一个缩写，叫非中非台供应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是美国国防供应链的合规硬要求，关键军工链条里头不能有中国、俄罗斯来的料，而 SpaceX 是美国的这个最大的军工承包商之一。另一个是台湾啊，他在赌万一啊，咱们这边比如说搞个祖国统一啊什么这样的事情，它的供应链有可能会发生断档，所以现在他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叫 NCNT。7月3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高管被要求为中国业务的分离做准备。顾问讨论了3个选项：分拆、出售和关停，目的是给未来跟 SpaceX 潜在的合并扫清障碍。同一天，马斯克在 X 上开骂，说这就是一个很荒唐的假新闻。说这个话题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讨论里头出现过，特斯拉中国也发声明否认了。但是呢，上面只写了3个选项吧，叫分拆、出售和关停。其实有第4个选项啊，他没有说。咱们来告诉你第4个选项是什么。特斯拉中国工厂到底会怎么样啊？给大家2个7月份的数据，新鲜出炉的，今天刚出炉的，大家细品。7月份，特斯拉上海工厂总交付了93579辆车，同比上涨了37.85%，是连续9个月同比正增长，环比增长了5.04%，创了2026年单月交付新高。这个数据很好啊，这样的一个厂怎么舍得关呢？怎么舍得卖呢？对吧？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还有第2个数据，7月份特斯拉国内的零售27249辆，同比下降了32.9%，销量崩了，环比下降了48.5%，跟上个月比直接腰斩。市场排名在中国新能源车厂中跌到了第12位，原来它曾经是第1啊，后来是被比亚迪超过了，当了很长时间第2。现在什么比亚迪、吉利、领跑、小米、理想、小鹏都在它前面。这就是特斯拉中国工厂的一个情况。那么发生这样情况的这种工厂，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外商都发生过，比如说三星，对吧？它在中国工厂生产屡创新高，但是中国人不买了。那三星是怎么处理这个工厂的呢？把它搬到越南去，对吧？工厂这种东西不是说谁那儿的供应链更完备我就要留在那儿了，而是什么呢？我们要离市场、离用户更近。如果我在这个中国造了车、造了手机，我卖不掉，那我一定要搬到客户旁边去，对吧？现在三星就是这么干的啊，包括苹果也在干这个事情。我要搬到印度去，因为印度有这么多的人口，它是我未来客户所在的地方，所以我要搬走。所以前面他讲了3种可能性是这个分拆、出售、关停。那么我说还有第4个，就是把它搬走啊。那么特斯拉是不是会走这条路？咱们拭目以待，因为数据已经摆在这儿了。因为供应链很成熟，所以它产量屡创新高。但是特斯拉在中国已经卖不掉了，对吧？同比跌了32.9%，环比跌了48.5%。三星当年走到过这一步啊，包括摩托罗拉，包括很多的外企在中国都走到过这一步。走到这一步以后，中国的工厂直接搬走啊，就是走这条路。现在《华尔街日报》那篇稿子还补上了一个背景，比报道本身更值得琢磨。马斯克这几年一直要求特斯拉高管在美国业务和中国业务之间画一条红线，目的就是万一中美之间真出事了，至少美国这半边能活下来。这条线不是这个月才下的。8月6号 ，TerraFab 官宣，注意用词是 SpaceX 和特斯拉联合出资。而且算力怎么分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啊
25%给特斯拉，75%给 SpaceX 啊，做星际 AI 啊，做这个轨道 AI。除了这些大事儿，还有一堆早就在发生的小事儿。SpaceX 今年花了3.29亿美元买特斯拉的叫 Megapack 的这种储能柜，也就是储能电站，光2季度就买了2.95亿的，装在孟菲斯那个叫克勒苏斯啊，叫巨兽的数据中心里头。反过来，特斯拉车上从7月底那个夏季更新开始 ，Grok 就直接用语音可以控制车上的硬件了。那么合并之后，9×9这句话是怎么能够成立呢？咱们来算一下啊。首先，火箭发射绝大部分都是为 AI 服务的，一年100万吨啊往这个轨道上部署，绝大部分都是算力卫星。特斯拉大概率不会再去生产这个你我开的这些乘用车了，而会去造 Robotaxi 造机器人，这明显也是 AI 嘛，对吧？再加上把 FSD 的一些技术可能卖给其他的厂商，芯片厂啊、发电厂，这都是为 AI 建的。Starlink 承接全球90%以上的互联网流量，这是马斯克的原话。那怎么能够承接90%以上的流量呢？对吧？不可能说把现在 YouTube 的这些流量啊，把其他的这些流量导给这个Starlink 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 AI 会先生出90%以上的流量来，那么这些流量都是从卫星上来的，那么 Starlink 就有可能去承接全世界90%以上的互联网流量。那么剩下的1%是谁呢？他没有说100%嘛，是9×9嘛。剩下的1%大概率就是 SpaceX 替其他公司和 NASA 去发射卫星、发射其他航天器的这种收入，对吧？他一定要把这块挤下去，因为这块你没法向这个AI 那块靠啊，其他你都可以靠过去，然后再加上一个巨大的分母啊，这个事儿就可以把它做成了5年啊。马斯克说5年可以搞定。结论3，AI 的钱正在往下游走。那第3条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看眼前啊，咱们呢把眼睛从 SpaceX 上挪开一会儿，看看这一年整个 AI 行业的钱在往哪儿流动吧。先看3家公司二季度的成绩单。第一个叫 CoreWeave， 纯做算力租赁的，收入25亿8千万，一年翻了1倍还多。另外一个叫应该叫 Nebius 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纳比乌斯环的这个意思？收入是5亿8200万美金，同比涨了454%，这是比较新的一个公司。8月20号那天 ，CoreWeave 股票涨了19%，Nebius 啊涨了34%，疯了一样往上涨。第3家不一样 ，Palantir 收入19亿3500万美金，同比涨了92.8%。其中，美国商业收入涨了149%。原来 Palantir 主要挣美国政府的钱，现在名声在外，大家很多去买它的这种商业服务去了。每股收益连续第9个季度涨超预期。大部分人把这3家并在一块讲 AI 概念股大涨 ，AI 不是泡沫，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前2家呢，其实还是在去卖铲子。只是呢，原来那个卖铲子是在矿井外面卖的，他是在矿井里头给人磨铲子那帮人，但他并不是真正挖矿的，对吧？他还是在做算力出售、出租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帕兰蒂尔不是啊，他是拿 AI 真正的给客户干活的，按干成了多少来收钱的。他的美国商业收入一年能够涨1倍半，说明真实世界里头终于开始有人肯为结果掏钱了。不是只在上游这几家里头来回来去左脚踩右脚了，所以呢，这就是一场淘金啊！先赚钱的一定是卖铲子的，谁进山都要买一把。接着是租洗矿机的，就像 CoreWeave 和纳比乌斯这样的，因为呢设备你买不起，只能按天租，最后才轮到真正淘出金子那个人。Palantir 就是属于真正淘金子这个人。那钱开始从矿坑里走，那么钱开始从做铲子的人开始往矿坑里走了，资本会追什么呢？会去追那个能够把上游这件事情做的确定性最高的公司啊，因为
下游一旦被证明真正能挣钱，上游每一分产能都不愁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再看谁最便宜，是要看谁交得出货，谁能够准时交货出来。那么当然这一节里头也有一个反面啊，就是8月10号，这个英伟达联手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丰、高盛、KKR 这6家搞了一个超过5000亿美金的资金池，专门借钱给英伟达的客户来买算力。黄仁勋的原话是：这确实是技术芯片第一次成为一类可投资的资产。他现在已经管他自己家的算力芯片叫理财产品了啊。那你说这件事对于 SpaceX 意味着什么呢？你说 SpaceX 有钱啊，那是不是其他没钱的人就可以跟他竞争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5000亿的池子，这5000亿美金池子里的钱，马斯克大概率会拿走一大半。因为什么？把钱给他建设数据中心是确定性最高的一件事情，而确定性最高这几个字该怎么算呢？这就是下一条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了。那么结论4，以史为鉴，这门生意最后可能只会剩下几家，也就是有地的这家最后能剩下，其他的都不行啊。那么我们把时间往回拨20年，咱们先不聊 AI， 咱们去看看很多人跟老范一起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在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也是热的完全没有办法，对吧？什么东西都非常非常热，光是一个网络广告中间就切出10几个环节来，有做广告服务器的，有做广告交易所的，有做效果监测的，有做价值评估的，有做重定向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创业公司，每一个环节都有公司融到大钱，都有公司上市，都有跑得非常快的。电商那边也一样，比价的、导购的、支付的、物流的、做评价体系的，一层一层全都有公司胜出。但是大家看看跑到最后的是谁？咱们就说广告吧，电商咱们不说了。谷歌、苹果、美塔。电商呢，在中国还有几家，阿里、这个京东和拼多多。在美国电商就剩下亚马逊，其他全被干死了。他们凭什么？这不是因为这些就是谷歌、苹果、美塔的电商技术的广告技术啊，不是因为他们的广告技术在所有环节里头都可以全面碾压。那10几个环节里头，技术比他们强的还是有不少的。他们凭的是手里的原始流量啊，你搜索框应用市场信息流这个东西叫原始流量。用户想要去看广告，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地方，这就是入口。捏住这些入口之后，中间那些做技术的公司只有2条路，要么被他们买，要么被他们干掉，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活下去。我给你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吧，这个是发生在同一年，前后差1个月。2007年4月，谷歌花了31亿美金买了一个叫 DoubleClick 的公司，是一个做广告服务器的公司。1个月以后，2007年5月，微软花了63亿买了一个叫 Active， 也是一家广告技术公司，价钱呢是谷歌那笔钱的2倍，还要稍微多一些。当时市场普遍认为微软这一笔更狠一些，出手更大方一些。5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的7月份，微软对于Active 这个公司做了一次性减记62亿美金，什么意思？就这公司亏没了，对吧？我现在不能让它在账上挂着了，亏损没了，不要了，等于是把这笔几乎全部的这个收购款全都给一笔勾销了。而 DoubleClick 那套东西呢，直到今天还是谷歌广告体系的骨架。同一年同一类资产，出价高的那家把钱给烧成灰了，出价低的那家把它变成了地基。差别在哪儿？差别就是你有没有入口。谷歌是有入口的，微软按道理说其实也有入口，但是微软呢做错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它卖 license 卖的太爽了，对吧？我这个如果是上很多广告的话，会影响它卖 license， 所以最后呢，微软放弃了入口，把它花60多亿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直接给注销掉了。那么今天造算力中心其实也是如此，路子分2种，刚才咱们讲过了，一种叫轻资产，
机房是租的，卡是从英伟达那儿可能借钱买回来的，内存是三星 SK 海力士那儿买的，人家想涨价，你得掏钱，对吧？电是跟当地的电力公司谈的啊，人家什么时候想给你涨价，什么时候想给你停电，你得听着。钱呢也是借来的啊，我只做中间这一块，把所有东西攒起来啊，最有技术含量、最有价值这块我把它做掉，切成算力再把它卖出去，做扎实就行啊。这是一帮人。刚才说的 CoView 就显然是这个路子的优等生，包括 Anthropic 其实也在这条路上，一年收入翻倍还多，手里的订单积压有1040亿美金，跟美塔签协议一直签到了2032年。可是你得看他财报里的另外一行，净亏损6亿2600万美金，主要是利息吃掉的，这就是轻资产真实的一个账目。咱们还不说它各种运营资本啊，还有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叫做折旧费，对吧？你光他借的这个钱的利息它就很吓人，借来的东西都是有利息的，租来的东西都是有到期日期的，行情好的时候这个都不叫事儿，行情一有转向，先出事儿的就是他。另外一种呢，就是重资产，就是马斯克现在走这条路，对吧？而且一重到底，自己盖工厂，自己造芯片，自己发电，自己造内存，自己造电池，甚至自己管往天上发卫星，对吧？这条路很慢，烧钱，前几年的数字肯定是很难看的。但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啊，判断一家公司会不会在这一轮里头被吃掉。别看他今天挣不挣钱，要看他最终的，要看他在最终的你死我活的淘汰赛了里头，是不是能够掌握最关键的入口，是不是有足够抵御风险的力量。CoView 手里边的英伟达的卡和别人的机房是没有两样的，微软有，亚马逊有，谷歌都有，只要掏钱，谁都能有。SpaceX 手里边有大批东西是别人没有的，比如说它的Starlink 比如说的 Starship 可以把这个卫星送到轨道上去，全世界只有它有，对吧？这个你掏钱买不着啊，只此一家。所以这一轮真正的入口不是用户和流量，是电，是工程实施能力，是轨道部署能力。上一轮稀缺的是人的注意力，谁攥住了注意力，谁就上下通知。这一轮稀缺的是电和发射窗口，稀缺的东西换了，可是谁攥住稀缺性，谁就通吃，这条规则并没有换。那最后能够剩下几千，我看不会太多。真正有可能以主角身份活到最后的，大概率是有自己模型的，同时在这个往底层伸手这几家 OpenAI、Anthropic、谷歌和 SpaceX， 他们4家大概率会剩下来。那你说微软、亚马逊、Oracle 这些怎么办呢？我的判断是他们也不会死，但是他们会转换成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就像自来水公司、像电力公司这样，对吧？它很关键，但是呢，你不能随便涨价因为你要涨价的话，相当于基础设施这种基础电价涨了，基础水价涨了，你需要四处去审批，你需要去甚至开听证会这个不能随便去涨的。这种公司呢，饿不死，但是也长不大规模不小，但是利润不会太高。往后这几家在 AI 这条链条上照样能挣钱，只是呢能赚多少，赚到哪一段会被上边这几家算得清清楚楚，多1分都不会给他。最后这句才是这一节真正落地的地方。这套判断不是我做的，是资本已经在做了。互联网时代之前，商业是相对比较分散的，对吧？有很多隐形冠军在一个长长的链条上，每一节都能挣钱，而且会有很多人在同一个环节上挣到钱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互联网时代之后变了，出现了七姐妹，出现了极度不均衡的资本和利益聚集和分配，对吧？那么现在大家就要在赌说，这个算力市场里最后剩的3到5家到底是谁？那对这3到5家的定价逻辑就变了，不是按他今年能挣多少钱来算，而是按照这个他有没有大概率能够，而是来算说这家公司有没有可能最后是这几家之一来算的，如果发现你不是这几家之一，那这别费劲了，咱好好算市盈率吧。如果发现你有可能成为新巨头能够聚集新的财富，那就根本不是一个相同的算法，它的估值就不是这么来的，所以它会有8万亿美金估值这一说。而这正好引出了咱们下一条，
既然认为它最后是剩下的几家之一，那为什么前面还要做空它？用什么样的价钱，在什么时候上这条船才是最关键的？那么第5条结论，这里头到底是谁在给谁做局呢？对吧？是散户啊，把这些投行把这些机构干了呢，还是机构做了个套，把散户玩在里头了呢？这是咱们要去讲的。现在回到我们第1节那儿的一个问题啊，这段视频为什么偏偏今天发出来？咱们先把这2个月的日子按顺序过一遍。6月11日 ，SpaceX 定价135美金，融了750亿美金，成为史上最大一笔 IPO。6月12日，首日收盘161亿美金，涨了19.3%。上市第1个月，盘中最高摸到了202美金，然后开始跌。6月17日跌破发行价，7月16日跌破发行价，8月3日跌到104块8毛3，比最高点基本上是腰斩了。8月4号交财报跌，8月6号解禁，8月6号 Terafab 官宣，8月7号涨5%，8月12号视频加上大摩的报告涨了9.65%。比较一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涨，为什么会这样跌啊？因为在宣布建 Terafab 之前，马斯克必须要再融一笔钱，不是说他前边从股市上拿到750亿美金就够了，不够的，对吧？这个里头没有够一说，对吧？在这里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胖东来几十亿人民币，大概50多亿人民币去建新的商场，不贷款，完全用自己的钱去现有资金去盖这个房子，这是一个很笨的玩法。有了资本市场之后 ，SpaceX 就要用最大限度的去调动资本，用最少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目标。IPO 不是融完了就够了，它是这一轮的钱到手了，下一轮还得再来。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今天咱们讲这个局可以被做几遍，资金资源都是有限的，时间是不等人的，这才是资本故事的本质。SpaceX 把钱拿走了，就有人拿不到。SpaceX 拿到钱可以把芯片工厂盖起来，如果拿不到足够多的钱，就会慢很多，对吧？大家就在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掌握资源的人都会尝试在时间节奏中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节奏我们在他建芯片厂那一期的里头，其实已经讲了一半了。当时的判断是，资本去做空马斯克手底下的公司，目的从来不是不看好他，目的是在他必须要拿钱的这个窗口期，把股价压下去，股价压得越低，同样借这一笔钱出来，你要去质押的股份就越多，借钱给马斯克的人可以拿到这些股份，拿到相应的这些话语权就会越重。这就跟当铺是一样的啊，你什么时候拿着钱拿着东西去当，一定是你最缺钱的时候，对吧？那你最缺钱的时候拿着东西去当的时候，那人家就会说什么啊？你这个是虫吃鼠咬，对吧？光板没毛的一个裘皮大衣，对吧？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个东西？因为他希望你这玩意儿便宜啊，在这个时候我才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把你这个裘皮大衣给你拿回来。但是当他拿到这件裘皮大衣以后，还会再说这是虫吃鼠咬光板没毛吗？不会了，他就会说你看这大衣多好啊，对吧？锃光瓦亮，都是最好的皮子，是在什么季节什么样的皮子这个貂上去取下来的皮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东西是他的库存了啊，对吧？你要再去说这是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的话，这个就不值钱了，你库存里的东西就不值钱了。因为一旦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在当铺里头断档了，你要卖这个东西，你卖这玩意儿的时候肯定你得夸一夸。那么现在对于银行这帮人或者对于有资金的人来说也是一样，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钱给了马斯克了，他已经把股票质押给我了，那这个时候股票该涨了呀，要不然股票搁在我手里它不涨，这不是亏了吗？这事儿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让它涨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另外一面，这里头没有好坏啊，说这帮人怎么那么坏啊？别这么想啊，大家都在尽职尽责的做自己的事情，让手里的资源利益最大化，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资本局。
那么现在这个局走到哪一步了呢？在借钱的时候，尽量让股价下跌，而且在这个时候要把散户清出去，因为资本要入局，对吧？你资本一定不会高位接盘的，那是散户该干的活。那么现在钱借到手了啊，这帮人又跑出来说，哎，这个有可能会值$600一股啊，大家一定要冲啊，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筹码在这些资本手里头，现在要喊散户回来接盘了，对吧？前面这帮人为了把股价做低，在这个什么有34%的流通盘被他们拿出去赌去了，说，哎，我把这个股票借出来，我先把它卖掉啊，以后它一定会跌的。现在只剩下11%了，那23%的这些做空的股票已经都被他们平仓掉了，对吧？这就是真正资本在干活的方式。资本不会说，哎，我今天啊这个逢低买入，逢高卖出，人家不玩这个，人家去玩别的东西去了。所以这一局到这一步，就算是做完了啊。低点那一次叫散户下车，这一次喊$600叫散户上车，两次其实都是同一批人在敲锣啊。这就是 SpaceX 这个局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吧，这1个多月的盘面从头到尾是一个做的非常干净的局。压价的时候是趁着马斯克必须拿钱获取最大利益，抬价的时候是机构已经上车了，散户也洗掉了，马斯克的钱也到手了，该忽悠散户回来抬轿子了。有些人是可以在波动中挣钱的啊，就是你发现哎涨涨跌跌都能挣到钱，他们会去分析每一次波动后边的原因，这很多其实是倒果为因啊，说这涨了为什么啊？他给你找出个原因来，是不是因为这个，或者是不是主要因为这个？谁也不跟你说的，反正找出原因来，这事算过去了。因为他必须要找出原因来，才能够招呼别人来上车下车，对吧？一看，哎，涨了跌了，我说不出为什么来了，那谁听你的呀，对吧？这个就是在树立这帮啊这个资本的一些应该叫什么呢？叫做权威吧啊，他们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呢是另外一种啊，我相信大趋势，但是呢没有能力也没有耐心去研究每一次波动。每一次波动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瓜，来讲故事，来纠正认知，或者叫提升认知，考验信仰。甭管涨了跌了啊，咱们就坐着看就行了。实在玩不过这帮搞资本的，对吧？大家玩的不是同一个东西。最后必须说清楚，我这儿呢不做任何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对吧？故事这是一个讲故事的地方，赚了钱啊，别说是听老范赚的啊，亏了钱也别来骂我。都是你自己去做的决定。好啊，这是今天的故事，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看看有什么评论没有。我被老马忽悠，又订了3个月的 Super Group Heavy， 1个月$99啊，订完了就后悔了。Agent 超级废 Token。Imagine 生图和视频现在基本上告别 NSFW 了，上传图片哪怕是自己做的虚拟人，尺度也都限制的比 Gemini 还严格，没必要浪费钱玩别的吧啊？那你都已经花了钱了。现在这个 Grok 4.6你试了吗？效果怎么样？因为我是4.5用过，4.6我没用过，不是据他说已经强到很这个快要没朋友了嘛。对吧？然后说4.7下个月就来，对吧？它现在速度很快，因为反正它有卡有数据。想玩清凉图啊，清凉图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研究了，跟我们没关系。跑题啊，新的那个 Model Y 车头的灯变成一整条了。后来雪佛兰 Blazer 这个叫刀锋吧，也学特斯拉的设计，压迫感极强。有时候我后边跟着一辆。这个刀锋啊，就觉得是星战里头的帝国冲锋队在追杀我，这个确实有一点。其实国内这种一灯条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217个在看啊，大伙儿再点一波赞啊！对啊，你们都不点赞。看了3个广告才进来啊，越来越多广告了。这个 YouTube 最近的数据比较波动啊，这个没办法。
如果是重度油管用户的话，真不妨来一个这个 Premium 啊，去广告。我已经订阅这个服务10年了，给自己省了不少时间，好吧？这个就不要使用免广告的这种梯子啊，这个是对老范最大的伤害啊！所有干这个的事情的人都必须要谴责。油管没事就拔创作者频道的 YPP 啊，这倒还不至于。我好像还真没被拔过啊，但是这个事儿不能立旗子，所以我很久以前这个千万不要去开启这种插件，非常非常恶劣啊，千万不要干这个事情。你可以什么呢？就是你看到广告不喜欢，你跳过啊，这个是我支持你的。但是呢，你不要使用过滤广告插件，这个对于创作者的伤害实在太大了。我们不欢迎任何使用过滤广告插件的观众啊。我知道，我如果喜欢哪个作者，就会直接开会员。我知道自己可能是那个冤大头的20%的付费者，但是只有让有质量的创作者能有收入，整个质量生态才能好起来啊，这个是正确的，一个相对比较良性的这个思路。油管后台数据一天不监管，保持黑箱，我估计我是不会开启任何会员的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啊，就是喜欢就开，不喜欢就不开，对吧？没有哪件事是你真能搞明白，就算把这东西都打开了，你也看不懂。这个无所谓，每个人消费习惯不同，是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看看布林收拾好 AI 后，会不会看一眼现在的油管？应该不好说啊。这个谢尔盖布林收拾好这个以后，估计就会撤了。我想开通 Premium，油管说我还没有这个资格付钱给他。哎，为啥？这个还比较神奇。这些油管决策层过太好，不把这个创作者和用户放在眼里。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能再伤害创作者了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他没做好，然后你来伤害我，这个没逻辑啊，对吧？你不能干这种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你应该说，哎呀，油管已经这么不好了，我应该好好的给老范这儿订个会员，是吧？这才是你应该干的。刚进来，故事就结束了啊，是差不多要结束了。我才刚开始播放前面的啊，那你慢慢看吧。如果看着累呢，你也可以等到礼拜一下午6点半去看这个，切断版啊，那个就是会把刚才比如说错了的呀、停顿了的呀，这个口头表达有问题的都剪掉啊，那个会稍微短一点。有款检查机器、检测机器也很猛啊，单开一个 tab，就是GB 内存在计算啊，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开个脑洞，马斯克会不会让生成清凉图的需求更烧 token？应该不会，因为呢，他现在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对吧？你出现这种清凉图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会带来诉讼的，而这种诉讼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麻烦的。看了很久老范的视频和切片，第一次看到直播啊，这个以后可以经常来，我们每周五晚上8点都会有直播。现在看直播到一半也会跳广告，声音直接被覆盖，只能听见广告声音。你可以把广告跳过啊，你不喜欢看广告，你把广告跳过，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建议的。但是千万不要去用什么这个屏蔽广告插件啊。SpaceXAI 是跟马斯克算是捆绑吗？他能退出吗？他退不掉，退啥呀？他现在是绝对控制权啊，他没有办法被董事会踢出去的。他想去收购特斯拉的一个最核心原因就是他要绝对控制权，因为特斯拉现在他已经没有绝对控制权了。DeepSeek Harness 是不是拉完了啊？这个我确实装上了，但是我也没怎么仔细用啊，实在是没什么空去折腾它。老范的节目我好多时候都是开着车的时候看，广告都不跳过的啊。这个，反正建议你们还是能跳就跳过，不喜欢一定要跳。老范故事讲完了，多少人
多少能买入呢？啊，这个我们不做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啊，这个说得很清楚了。马斯克据说生活方式极其不健康，我很担心他会重蹈乔教主的这个覆辙啊，这个千万别这么想。乔布斯那是非常健康的啊，人家还练什么冥想啊、瑜伽呀，对吧？这个不健康的人，你比如像达芬奇啊，比如像川老爷子，那都长寿着呢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生活健康的人就能长寿啊，往往是生活不健康的人更长寿一些。油管 Premium 会员观看时没有广告啊，主播如何获得收成啊？他是这样的，就是你买了 Premium，他会告诉我说有多少个买了 Premium 的人看了我的节目，然后呢，他会把这个钱分我一部分。所以你去买 Premium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是很好的。直播觉得，DSH 怎么样啊？这个真没什么感觉啊，我可以给大家跑起来看看。呃，它呢，但是它这个东西跑起来要比较二，这个东西。DSH Web，对吧？就是打一个这个就启动了。然后它这个东西启动了以后呢，有一个特别二的这个特别二的一个 bug 啊，就是呢，它给了一个地址，说你现在到哪个地址去看我的这个这个 DSH 呢是127.0.0.1冒号3080，然后如果你不改这个地址的话，就是错的，就一定会报错，一定要改成 localhost 冒号3080啊，这个在进来以后啊，你所有的服务就正常了，否则的话是会出错的，特别是在梯子后面的人就会报错。我今天上午折腾了半天，没搞明白咋回事，后来我去问 GPT 说啊，一堆人在报这个 bug，你就把这个127.0.0.1改成 localhost 就完事了，对吧？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这儿呢，这个我现在呢已经是加了这个叫什么来着？哎这儿呢设置。已经把模型、把 DeepSeek、Minimax 都加进去了，你还可以再加，但是呢，你要注意，它这个里头没有什么呢？没有豆包，豆包是不在里头的，其他的比如说 OpenAI 啊什么，你都可以加进去使。这个 Moonshot 这个叫月之暗面什么都可以加进去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小米什么质朴啊，都可以挂上使。XAI，你比如说，我现在想在这上头使用 Grok，你可以点这个，对吧？这个你只管把这个，刚才不有朋友说买了3个月的这个 XAI 的服务嘛，$99一个月，你可以把这玩意儿加上，也可以使啊，这都没问题。当然你说我也可以自定义啊，自己去写 IP 地址，自己写这个东西都可以。这个还可以吧，就反正你就找一个地址，就是说，我现在要具体做什么事情啊？这个搜索一下为什么 DeepSeek V4 Pro 发出之后会紧急撤回，对吧？他就去干去了。然后那边去思考、去搜索，然后这个紧急撤回的原因，这个玩意儿倍儿二啊！它这个玩意儿很二的，它是干嘛呢？它发错模型了，是在昨天晚上，他们把这个模型上线，然后写横幅发布，发上去以后发现他们把 DeepSeek V4 Flash 又重发了一遍，然后赶快把它撤回来，然后又把 V4 Pro 正式版重新发了一次。这是他们干的活啊！这个你看，它速度还是挺快的。0831公告撤回，当晚重新发布官方回应原因他去搜索去了，搜到了这是2026年8月12日至3日至13日发生了一个回滚乌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
叫什么呢？叫的这个 DSH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是不是拉完了？哎，这个也其实我现在没有让他去干特别重的活啊，这个关键手里现在没有那么重的活交给他干。如果 Premium 用看的话，好像有额外分成，是的，是有额外分成，有一定比例会分给我的。马斯克长寿家族，看他父母都是长寿的，对啊，他妈现在还在上海活蹦乱跳的。我前阵子为信仰入手了 SpaceX， 目前亏22.5，一顿饭没了，好吧。这个等着它继续涨，涨到$600的时候，请我吃饭。Premium 就是一个池子，是的啊，这个听到关键的时候，突然一个广告啊，你跳过呀，对吧？听5秒钟把它跳过去不就完了吗？是去广告金主的一步，什么意思？你去广告实际上就是在坑我，算是内化啊，以后可以某种程度摆脱广告金主。千万不要干这个事儿啊！这太丢人了。你这个吹嘘这种事情，实在是那个让人很无语。马斯克的任何公司我都不会投资。哎，我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的马斯克是人形庞氏骗局。哎，其实是这样，很多庞氏骗局呢，就是没做成，做成了呢也就做成，也就不是了，对吧？大家晚上好，打卡，对，一定要点赞啊！其实很多一开始都是对，很多一开始都是庞氏骗局。哪个经济学奖得主，好，那个经济学奖得主好像不懂这个技术，而且我告诉你，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搞经济的人、搞金融的人，他们都是不相信技术的，他们都是用过去的经验去思考未来啊，所以他们通常都不会正确的。骗资本入场没事儿，但是真要把多数钱去干什么？但是要真把多数钱去干事啊，这个马斯克还是会干这个事儿的，他也没那么多这个奢华消费啊，这个不用担心。狗狗币是不是马斯克啊？这个狗狗币就不了解了，我们也不讨论这件事情。好啊，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聊到这里啊，今天人不是很多，没关系啊，反正还是讲我想讲的东西吧。GRM 5.3发布了，但是我也没看到评测啊，就是有一些模型出来了以后，比如说千问3.8啊，自己吹了很多牛，但是没人理他，对吧 ？Grok 4.6啊，也是说强的没朋友了，也没人理他。DeepSeek V4 Pro 呢，发布了以后，大家觉得好像并不像它测试的那么强啊，而且很多人去做这个重复实验的时候，发现跑分没有官方发布的那么高啊，所以现在我觉得 DeepSeek V4 Pro 的正式版有点翻车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GRM 5.3呢，应该也没有那么强。现在发大模型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没有一个跳跃式的上升的时候，大家就当没看见，对吧？你必须是比别人长出很大一截来啊，才会有人看到你。我说一个大学宿舍上铺女生的故事。每次宿舍里任何人买了漂亮裙子、好看的书等等，她都说：“你这个在品牌店里买亏了，劝业场就80块，你这个为什么要买书啊？”我下载了 PDF， 最后他喜提整个宿舍人缘最差，毕业多年之后离婚独居。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吧。有些人的性格呢，可能确实是所有东西看不得别人好。至于他自己是不是变成这样，跟这事儿不算有直接关系吧。大模型和公开模型之间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是开放权重模型吗？你可以去看上一期、上周的这个还是上上周的这个直播啊。Fable 和5.6还算跳跃的，是的 ，Fable 和5.6算是跳跃的。然后这个Kimi K3算是个跳跃 ，GRM 5.2算是个跳跃。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如果你看不出明显差别来是不行的。很想知道土拨鼠是否投资了 SpaceX 啊？这个你就不用想了啊，因为人在国内是不能去买这种东西的啊。老范投资 SpaceX 了吗？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在中国的银行里头购买了合法的
这个通过合法渠道去购买了这个叫做什么呢？美国科技股的 ETF 啊，这个是我可以去做的，对吧？那么我也可以算是间接的 SpaceX 的投资人吧。但是如果我直接去买 SpaceX 的话，税务局就该上门了，对吧？所以呢，有些人问话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啊！你问出这种话呢，我可能认为第一个你不是很懂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你坏，你想坑我，对吧？所以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了再问。讲的不错啊，感谢感谢感谢。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人都喜欢听违反自己认知的事情，不，人都喜欢听跟自己认知一样的事情。